我最近对磨面粉这事儿特别感兴趣，正好我弟最近发现一个好吃的荞麦面，所以我买了60斤荞麦，打算做点粗粮。于是，在一个风不调雨不顺的日子里，驴儿们又再一次拾起了那熟悉的磨盘。不过磨这玩意儿还挺上头，跟个圆规似的，给地板都画出来了。但是这个石碾子和石磨还不一样，它转多了迷糊。为了不吐到磨盘上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但是发现戴上眼罩更迷糊。就我怀疑驴其实也迷糊，但他就是吃了少掌握一门外语的亏，所以他有苦说不出。真的就这么说吧，那天狗好信跟着一起磨了一袋，后来给狗都转吐个嘚儿的了。然后过一遍筛就可以得到荞麦面粉了，就很明显能看到自己磨的粉并不白。不过比面粉更珍贵的是这些荞麦皮，就是为了多攒点荞麦皮才买的60斤荞麦。我打算缝出一个世界上最舒服的荞麦皮枕，所以我又花了150块钱买了个缝纫机。据说当年它的始发价格就是这些。然后我们用了5个小时才学会如何组装呢。后来师傅实在熬不动了，说你们赶紧出师吧。结果我们当场被劫了，距离我们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长在掌心上的枕头就差了2公分。好了，干活有劲儿了。我发现我在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大的天赋，大概用了10分钟，我就可以熟练的把这个缝纫机踩冒烟了。这枕头看着多板正，一点毛病没有。重点是配色，我们选用的是当下最前沿的主流审美。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，Two Hands Rose Style。然后又简单和了和面，历时20个小时，我们这饸饹面终于压上。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只吃一碗荞麦面了，我必须得吃海鲜面，还得挑贵的吃，我都恨不得拉饥荒吃。这一宿过得太魔幻了，这驴和老嫂之间疯狂切换呢。我原来最常做的梦就是踩空楼梯，这回可倒好，我连梦了3天踩缝纫机，完早上起来累得腿肚直转筋。你说这他妈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今天在家人均48，居然实现了蟹黄面自由。这玩意儿上饭店吃都挺贵，所以我昨天在家琢磨怎么能把成本降下来。我买了300只1元蟹，它就1块钱硬币这么大，但是黄都很满。刚好我有2个脑子不太灵光的朋友，正适合干这事儿。我们今天要在家把这300只螃蟹扒了，看看到底能出多少黄。但这螃蟹小也是真小，蒸的时候放着葱姜，它纯是为了走流程。这螃蟹肉少，一个蟹腿只能取出这么点肉来，然后身子小，黄也不到我抠。我先拿筷子抠一遍，然后我弟弟拿镊子筛一遍，还有后盖这点黄，平时吃螃蟹都不啃，今天全给抠出来了。这黄给我抠的眼珠焦黄，瞅啥都是橘色的。这过程就跟开高速似的，就是不累但腻歪。这后来都唠叨我四姨夫30年前炸大果的事儿了，就真没话了。我都想把这段经历写简历里了，这可能是我头30年参与的最大的项目。扒了5个半小时的时候，大概完成了3/4，但这会儿眼珠都冒金星了，我说吃口饭吧。后来300只螃蟹扒完了，黄肉壳都在这儿了。我上了上秤，蟹黄大概是750克，蟹肉是300多克，一共就2斤多呗。等我炒蟹黄的时候，我压力老大了，就这味儿要差了一点，我仨今天指定崩溃了。但是当我把蟹黄浇到面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太爽了。从扒螃蟹开始到吃上这碗面，一共是用了9个小时。但这么折腾完之后，我就觉得这面条格外的香，主要这黄也是真多呀。我头一次在吃面条不咸的情况下卤剩这么多。完我算了算账，买螃蟹花了296，蟹黄给我奶送了一半，相当于人均50块钱呗。反正说句心里话啊，但凡都宽着点的，我估计都干不出这事儿来。我最近特别想吃冷面，但是饭店卖的要不是辣白菜不好吃，要么就是牛肉给的少，所以我买了200斤牛腱子和1000斤白菜。我打算从这4样东西入手，在家做一个豪华版的冷面套餐包。为了能做的好吃一点，我还特意买了个腌辣白菜的配方。不过配方这东西越专业它就越麻烦，就光调这个腌料就用了10几种食材，而且配方说要想腌的均匀，需要把白菜打开，每一页都抹上腌料。这事儿可真是太熬人了，这半吨白菜切完之后，现在都有3万来页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就光腌辣白菜，我们就在这干了一页又一页。妈，这事儿可真是离了大谱了。然后辣白菜腌上了，就可以做酱牛肉了。我这次是以小酱姐的3高牛肉为基础啊，又放了好多之前攒的老汤，而且又卤泡了好长时间。现在这酱牛肉的内心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为了吃得爽，我们切的都是这种又宽又厚的大肉片，每一包装的时候都不少于3两肉。就这个量来讲，要是胃口小的，可能面条还没等吃到嘴呢，光吃牛肉就先给干饱。然后冷面呢，因为考虑到储存的问题，我就直接买了个做干冷面的机器回来。不过我算了一下，这机器要想用回本，起码得做出2吨面，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每人每天能吃3顿冷面的话，要想回本就得连吃3年。
做完这几样，我们也终于能消停歇会儿。这些辣白菜一共腌了3天，现在拿出来切件就已经非常入味了。这辣白菜真的巨好吃，但就是腌完它的器具有点难刷。我后来甚至都非常苦恼，就如果邻居恰巧看到这一幕的话，我该怎么跟他解释，他才能不报警呢？后来为了让这冷面吃的时候更香，我先炖了一锅纯牛肉汤，然后以这锅肉汤为原汤，给每一份冷面又配上了一袋酸甜口的汤包。现在每一个冷面包里都是汤面菜肉4样东西，这一袋光成本就要干到40块钱了。然后回家只需要把冷面煮开，把所有东西都倒里，再放上一点自己愿意吃的小配菜，就会得到一份在任何饭店都吃不到的顶配大冷面，而且它还是减脂餐。这等夏天大热的时候，把汤汁先冻点冰茶再拿出来，然后再配上20个羊肉串，等把所有东西都吃完了，再把这碗酸酸甜甜的冷面汤喝了。这夏天过的，我的妈呀，那真叫是一个死而无憾。我前两天看纪录片，看到了竹升面的制作过程，看他们蹦来蹦去的感觉可欢乐了，所以我也买了2根大竹竿子，打算在家体验一下。不过和这个面呢还需要点门槛，要没个3、5年和水泥的底子还真不太好干呢。然后我们在家找了一圈，发现最适合加杠杆的地方就是这个口压移植，但是跳了都没超过20下，我们就给人故居拆迁了。后来我开动了一下我聪明的小脑瓜，用最简洁的办法把杠杆的一端给固定了。现在这个设备唯一的弊端就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也就是说压面的人越欢乐，压杆的人就越痛苦。所以老话说得好啊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了。然后这么压太累了，我们其实还尝试了一下豚生面，但这面团太硬了，试了几下之后差点没给后胸磨平了。我看纪录片里讲，老师傅35分钟就能压10斤面，但我们却整整折腾了8个小时。接下来就可以用压面机了。我其实怀疑过这玩意儿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可以代替竹竿，但人太多我也没敢声张。再一个刀头好像也买错了，这看着也不像竹升面呢，就这宽窄，这怎么看怎么像珠江面呢？后来我寻思珠江就珠江吧，4个人已经凑不出一条好腿能接着竹升了，然后就准备吊汤做云吞了。这会儿我们已经累懵了，这一瓶水说干就干了，我面已经奔珠江去了，这云吞吧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学了1个多小时包成这熊样。就我们包这玩意儿，吃云吞的和吃馄饨的看了都沉默了。历时了2天1.5夜，我们终于在2伏那天的最后10分钟压哨吃上一口热乎面条，然后在饭店还买了一份云吞面，感觉跟我们做的除了名一样，剩哪儿都不一样。但我坚持认为还是自己做的这份更好吃。不过其实挺好奇的，就是第一个人是怎么想到这种制作方式的呢？但我估计他千想万想，怎么也想不到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东北，有4个大小伙子差点给他演变成了段子绝孙面。我最近发现只用大米和水居然能做出来米线，这事儿我太想试试了，我从来也没吃过不放胶的米线呢。主要是我看了一个教程，它写的也不太难，它的原理呢是先想办法把馅米变成粘米粉，后面就跟做手擀面差不多了。我一看这个我行啊，但是奈何它人生无常啊。我们干了20个小时，但其实就干出来仨事儿。拉磨，冰了几瓶元气夏日限定的海盐水果，做米线失败。我后来半夜时候非常暴躁，因为之前不管做的好吃难吃，它起码有口吃的。你等今天这个，我们即将迎来的却是一锅热气腾腾的大米汤。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教程，我发现这个傻作者好像是卖米线的，但是好在有粉了。我睡醒之后又研究了一下大姨和花花的教程，这回明显靠谱多了，但问题是它粘性够了，胶性不够。下锅之前都可好了，但一煮就碎了。后来我们又翻到了一个金点子，说把米饭蒸熟了打成团的压面条。家里倒是有蒜捣的，但没捶2下小胖就掉凳了。后来就拿地下捶去了，但是时间太晚了，怕这么捶把楼下老太太捶没了。然后为了减少地板的共振，就把我弟垫蒜捣底下了，但是这样有可能老太保住了，地没了，所以这个金点子我们也放弃了。看着这段直播的人，那纯属是掏上了。后来有一个食品专业的学生给我们发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配方，但是我俩一起试了一下，在不加食用胶的情况下还是没办法做出整根的米线。他后来还试图和我探讨如何能更优化，但我告诉他你个人干吧，我干不了。我给他普及了一个比较冷门的课外知识，我说哪怕是一头驴，它的阳寿应该也是有限的。做了2天2夜，我们到底还是没能只用大米和水做出一份米线。第3天上午，我们把这2天失败的米线都打扫了，做了3天2宿，做出一锅骨汤大米粥配肉酱。那赶小胖讲话了，我们本来是想做全网最真实的美食博主，但现在最多算是个最真实博主，我们做不出美食来了。